菲律宾海警最近发现仙宾礁附近有着26艘中国渔船，这26艘渔船似乎是打算吹沙填海，将这座岛礁打造成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，对抗美军航母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近几个月来，美军航母在南海地区接连不断的活动，使得南海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起来。因此，南海周边的国家在这时候就跳了出来，就连菲律宾也不例外。这段时间，菲律宾除了派出军舰打算往仁爱礁运送物资，被我军拦截下来之外，还对美军开放了9大军事基地，打算将这些基地部署在我国周边的岛屿上对付我国。其中被菲律宾非法侵占的仁爱礁，就是菲律宾打算考虑给美军修建的军事基地。也正因为南海地区的局势变得紧张，为防止这些国家侵犯到我国的主权和利益，我国海警海军在南海的活动频率也越来越频繁。而这也让菲律宾也有了大发现。近期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派出了一架小型飞机，来到南沙群岛进行侦察，对仁爱礁地区进行了重点关照。毕竟，人家就指望着什么时候趁解放军没注意，派出一艘军舰把物资送到岛上，对那艘破船进行修复和加固呢。结果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在仁爱礁隔壁的仙宾礁，密密麻麻停靠了至少26艘中国渔船。这些渔船将岛礁的内外出口团团围住。而在这26艘的中国渔船旁边，还有着一艘4000吨排水量、装备了76毫米舰炮的中国海警船在保护着。对此，菲律宾方面认为，这26艘渔船可能是想要吹沙填海，为后续将这座岛屿打造成永不沉没的航母做基础。相比较仁爱礁，仙宾礁的面积更大，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之一，总面积超80平方公里，并且由于该岛礁的周边岛屿面积都普遍较小，不适合吹沙填海，因此这座岛屿不但是最佳选择，也是唯一选择。不过仙宾礁的面积虽然大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干触礁，因此礁坪总面积只有7平方公里左右，并不适合船只的停靠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国在上世纪就对这座岛礁进行了开发，在92年曾在这座岛上修建高脚楼，但只有1-2个人驻守。再后来，我军驻守旁边的美济礁之后，这个高脚楼就变成了一个无人观测站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派人过来住上几天。当时打算先把美济礁建设完毕之后，再建设仙宾礁。但这种行为遭到了菲律宾的反对。接着美济礁事件，把我军修建在仙宾礁上的高脚楼给炸了。面对当时菲律宾的做法，我国却没能做出回击。因为在美济礁事件爆发时，进驻美济礁的是渔政部门，派出的也只是艘300吨的渔政船。面对有备而来的菲律宾军舰，能保住美济礁就不错了，被炸的仙宾礁就不用想了。不过菲律宾也只敢炸毁，不敢进驻，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进驻将会引发一场军事冲突，所以这场潜在的冲突就这么平息了下去。既然菲律宾没有进驻，那就代表仙宾礁的控制权被我国牢牢地掌握在手中。因此对这座岛礁的开发，我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近年来，美济礁上的开发基本也都完成，现在就轮到了仙宾礁。虽然这座岛礁的礁坪面积较小，但是在位置最好的东南岛和西北岛动土的话，也能够修建出一条飞机跑道，已经能够满足歼16战机以及空警500预警机的起降需求，甚至是部署一些导弹保卫机场。而且对仙宾礁进行吹沙填海工程的话，还有着另外一个好处，能够加强对仁爱礁的控制。从地图上来看，仁爱礁位于美济礁和仙宾礁之间，菲律宾那艘搁浅的登陆舰也在美济礁和仙宾礁之间，二者相距仅有50公里。只要控制了仙宾礁，那么菲律宾往后想要对仁爱礁上搁浅的军舰运送补给时，一举一动都会被我军看到，我军就可以直接从仙宾礁上派出军机军舰进行应对，大大提高了效率。当然，这对付菲律宾只是次要的，
对付美军航母才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没有美国在背后的支持，那菲律宾是万万没可能屡次染指我国岛礁的。在多家智库的兵推中，中美双方发生冲突的地点就是南海地区，而美军在南海的主力就是航母编队。想要对付航母，用军舰硬碰硬的做法只是下策。将这些岛礁打造成永不沉没的航母，用这些陆上堡垒去对抗美军航母才是上策。毕竟，你美军航母的火力和续航再怎么强，难道还能强得过陆地的战争堡垒不成？现在的这26艘渔船将新滨礁团团围住，不仅仅是为了吹沙填海，也是为了防止菲律宾故技重施，让我国又失去一大岛礁的控制权。